本来关于前端许可证做了5个小节的视频，后来我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发现我缺失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吧，所以我又追加了一期，也就是说这一期里边基本都是干货，关于前端许可证里边的干货。首先呢，大家知道就是我在 TechUI 2.0 的版本里边，ZS 代码呢全部都是加密过的，也就是说都是这样的代码，它几乎都是不可读的一个状态。这个代码看起来非常的痛苦，改起来也非常的痛苦，所以我是非常排斥它的，所以才突击的学习了一下 Rust， 然后用 WebAssembly 去把这个组件给重构了。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 TechUI 3.0 的这个代码，就是这是它的源码，然后其实就非常的简单了。Index 是一个入口，然后build 这个文件在 TechUI 2.0 的那个组件库里边也有，这个的话就基本上是一样的。Utils 这个 Utils 这个文件全部都是可读的代码，也就是我现在没有用 ZS 加密的代码和 eval 这个函数，然后去处理字符串。我在最初的这个许可证的这个版本里边，我是用到了哪个字符串，或者说哪一段代码，然后我再去临时的去解密它。但是呢，发现就是它的这个效率非常的糟糕。后来我就把它改为那个就是初始化的时候统一把它给做一次解密，解密完的话就存到一个地方以备调用。但是存的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可以拿调试工具很容易的看到的一个作用域，所以不担心它被泄露。然后只要是触发了某些告警之类的，不管是任何告警，我会把整个我作用域给清空了。也就是说，只要触发了告警之后的话，是没办法去看到已经处理过的所有的内容比如说那个已经是解密的许可证啊，或者说是那个这些 key， 这些加密的这些字符串就全部都看不到。但是我觉得人家专业做这个爬虫、做那个反编译、做对抗的这种人还是有能力破解的。我呢就是一个前端开发人员，然后所以我对这些技术细节是不了解的。反正站到我的角度上，我已经尽力的去就把这些漏洞给堵上，但是我觉得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才用这个 WebAssembly 重新实现了一遍。那这个时候呢，就没办法被浏览器给看到这些作用域啊什么的，因为它就完全是一个 black box， 它就是完全是一个黑盒。那它在这个 WebAssembly 这个组件里边，它具体做了些什么样的操作，就浏览器应该是不知道的吧？我觉得是不知道的。这种方式呢，就比起 ZS 代码的这种方式，就明显的安全很多了。也就是说，我虽然说给大家去讲解前端许可证它的一个实现原理，但是呢，并不推荐大家用 ZS 的方式去实现一个前端许可证我就是前车之鉴嘛。哪怕说就是你的 ZS 代码加密过了，然后最终其实这种方式是非常不可取的。这是些什么代码呀？我自己看的都头疼。但是如果是作为学习研究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根据我的实际的经验，就虽然说我用 ZS 实现的这一版呢，我自己是非常不满意的，但是呢，它的可用性还是挺不错的。首先，这个框架被加载的时候，它会进行一个量非常大的一个解密工作。这个工作完成了之后，才会其他的组件啊什么的才会去调用这些解密之后的这些参数啊等等，然后才能正常的运行。所以说，一进来的那么1到2秒吧，就是CPU 会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占用，但是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性能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如果用 WebAssembly 实现的话，那就和我们正常浏览一个网页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不像那个 ZS 去实现这个前端许可证。WebAssembly 的话本身它是一个黑盒，所以它很多代码什么的放到那个 WebAssembly 里边之后的话，就没必要给它做加密。我之前甚至 RSA 这个私钥都是放到那个 WebAssembly 里边的。OK， 我们说一下那个代码的自保护。自保护我前面说了是用那个 MD5 来实现这个验证的，但是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比如说我定义了一个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其实你在这个方法的内部是可以被调用到的，就是调用到之后，你把这个函数转成一个字符串，转成一个字符串之后，你就可以给它计算它的 MD5 值。但是我们的代码在做这个编译动作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多内容都被篡改了，大概是这样的。这里边我们可以找一下，比如说 AY，OK， 我们还是能找见它的。也就是说，这个 AY 这个东西还是生效的。然后我们要在它那个代码压缩之后和我们要在这个代码打包之后和打包之前要获取到同样的这个 MD5 值。这个前面我给大家说过，我为什么加了这么多
eval 这个函数，空的这个 eval 就是为了防止它做这个篡改。那其次呢，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空的字符，比如说空格啊、换行啊、tapes 之类的，那你就得需要用那个正则表达式来把这些空字符串给去了。然后你像我还去了一些类似大括号小括号这种都给去了。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大概做完这些字符串的处理，只要说在 Webpack 打包的时候它不会对这些传参或者说是变量做这个名称的篡改的话，那我们大概率是就是能获取到那个同样的一个 MD5 值，也就是说那个用 Webpack 打包前后的2个函数，它的这个 MD5 值大概率是能保持一致。实际上你在做这一步的操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你要保证它们的一致，那你就得去检查就是打包前和打包后，然后它们有什么差异。那这个差异的话，你想打包后的话，它就一行代码，就是你去查看就是它哪个地方和那个打包前的那个代码有什么不一样，你就得和那个用正则表达式处理完的那个字符串来做一个匹配，然后去看一下就具体哪个地方不对，然后你再去修改你的这个处理这个函数字符串的这个方法，然后能让他们达到一个匹配的一个结果。我前面也给大家讲了，这个仅限于 Webpack 打包的这个方式。如果是 Vite 打包的话，你写了那个 eval 这个函数也没用，它这个 Vite 可能比较特殊，它就不考虑用这个 eval 这个函数。而且如果说你用这个 eval 函数在那个用那个 Vite 去做打包的时候，它会有个告警，就是告诉你的代码当中用了这个 eval 这个函数，然后也会有一系列的这个风险。所以说就是这种方式啊，虽然说我用了我感觉性能上也不差都说这个什么eval啊有这个性能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我的感觉是性能不差，尤其是一些老的电脑我也测过，然后我感觉还可以。也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对那个 k.zs 那个文件进行解密的时候的话，就是有那么1秒的这个计算时间吧，其实也能接受。我们讲一个题外话，我当时在开发完这个WebAssembly 这个组件之后，我在 Vite 加 Vue 2的这个工程里边去调用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坑，然后这个坑呢，它的这个具体表现呢也就是这个 WebAssembly 这个胶水代码，然后它报一个错误，它应该是没法加载到那个 Wasm， 它应该是没法加载到这个 Wasm 这个文件。我是在海外的这个论坛上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在那个 optimize deeps 这个参数里边配一个 exclude， 然后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了。这个问题就比较奇葩，然后当你去加载的不是这个 npm 当中的这个包，也就是 node module 里边这个包，而是加载的你的源码或者说你把这个包拷到外边来，然后这样去引入，然后它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它这个好像是我查资料好像这个 optimize deeps 这个属性是对那个 node module 这个目录里边这些组件做一个优化，也就是有 WebAssembly 这种组件的这个包的话，就不要让它做这个优化工作，你给它排除掉，然后这个就工作正常了。这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坑。前面我们讲了这个代码的自保护其实就是 MD5 值的一个校验，那大家一定会想，这个既然是 MD5 值的校验的话，一定能找见那个对应的这个代码去给它把一个 true 或者 false 改一下就可以，对吧？其实理论上来说的话，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理解的这个事情呢，其实相当于是找锁孔。你在尤其是打包之后的代码，在这样的代码当中，你想找到一个对应的锁孔，给它那个修改成功，去解除这个代码自保护的这个限制，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尤其是在别人不知道我是怎么实现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就是选一个方向一直去追，就跟绕迷宫一样，选定一个方向一直绕，然后最终它走出去。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浮躁的一个社会，大家都没有时间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关键是也不值当去做这件事情。你说我这个框架有多优秀？也不见得，对吧？就主要是它的这个时间成本呢，花到这上面不值当。所以呢，我认为虽然说就是就以 ZS 去实现的这种纯前端的这种加密，还有许可证，它也是能起到非常大的一个防御的一个能力吧。但不管怎么样吧，我还是推荐大家
用 WebAssembly 的方式去写这个前端许可证。无论这个 ZS 的这个加密和许可证的这个实现能否起到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我依然是不推荐大家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写，还是有能力的话还是学一下 Rust， 然后用 WebAssembly 来实现一下这个前端许可证这个逻辑。好，今天的这一节的话就讲到这里。就这吧。